这种一半一半的这种水上水下的精美照片怎么拍，都需要什么样的器材？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今天啊，我跟大家来看一看，都需要什么样的器材和技术手法去拍这种精美的一半一半的水下照片啊。大家看到的这些水下照片，大多数都是纯水下的，已经很美了，对不对？但是往往这种拍出一半一半的感觉呢，它又有非常不同的感觉啊，尤其是上下主体都非常清晰的时候，那么这张照片的意境呢就非常好，而且拍视频也非常有感觉。这里的器材首先要讲的就是大家通常使用最多的就是 GoPro 嘛，比如说我最常使用的就是 GoPro， 我用的是7啊，其实不是最新的，我觉得7以上就已经很够用。但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拍一半一半的时候，水是不是必须在这个镜头这个位置，一半在上一半在下，尤其是在海里的时候你很难控制，所以说它非常的难拍出来，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想做到这一点的话，你需要做的就是说在它前面套一个非常大的球面罩啊，这个罩呢越大越好。我跟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器材，看到没有，这么大一个球面罩，这个东西跟脸差不多都一样大了啊。它的好处就是 GoPro 放在后面这个地方，一旦放进去以后，给你打开看一下啊，就这么一点点，很简单，放进去一键开机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它合上。那么在水里面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水，它的面积上下的分层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也就是说，在海里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你不需要做到非常的精确，只要大概在中间这个位置，它拍出来就是一半一半的，对不对？而且 GoPro 的好处就是它是傻瓜参数啊，因为它是超广角，它的这个拍出来的主体往往都是清晰的，你不用去操心它的这个参数了。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这个景深啊，又要用这个小光圈之类的，其实 GoPro 拍出来基本上全部都是清晰的，所以说 GoPro 拍这种是最方便最好用的啊。所以说你要拍视频的时候呢，设成快捷键，一键开机就可以。如果你要拍照片的话呢，它有一个快开功能，连着按这个开机键6秒，不要去松它啊。那么它每2秒或者每5秒拍一张，你这样子呢，捕捉的几率就非常大，更好更美的这些照片，比如说给大家看几张我以前拍的这些照片，这些都是用单反拍的。那么你在水里面呢，就需要给单反去套一个相机壳，但是那个就非常贵了啊，当然是也是非常专业。我跟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相机壳，你比如说这个相机壳是我给我的这索尼以前的这个 A6500配的啊，这现在上面挂的这个呢，不是拍一半一半的这种，这个是拍微距用的啊，是90微距，但是呢，这个是可以互换的，把这个壳换下来以后，可以套上去的就是这个壳。那么套上去这个壳变成超广角以后，就是用它的这个半幅的10到14的这个镜头，然后呢，你再把它拍上去，同样的拍出来就是一半一半的效果了。当然了，它的好处就是后期空间非常大，因为它的 RAW 格式拍出来文件非常清晰嘛。它的缺点就是说它很沉，而且呢很贵，光这一个潜水壳呢，它就有将近1000多纽币。如果你是买这种更贵的那种金属的，它一个比相机本身都要贵得多，所以这个价格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用的最多的这个索尼 A73 的这个潜水壳啊，我经常在水底下，你们看到很多我以前拍的这些照片都是用它拍的。这是我另外一台相机的这个潜水壳啊，给索尼这个 A73 专门用的，它的这个球面镜就更大，对不对？所以呢，在水底下你拍的时候，它呢就更适合你贴上去这个主体，它离得越近拍得越清晰嘛。所以拍一半一半的时候，这个相机也非常好用啊。给你看，这有2张照片，也是以前拍的这个一半一半的啊。给他们拍这个潜水员，他们也都很喜欢啦。当然，用单反还有一个不好处就是说，你要记住参数。你如果想拍的清晰的话，你的景深就一定要大，那么你光圈要缩得很小，对不对？至少要8甚至11，再小一点都是 OK 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的 ISO 会要开得很高，然后呢，水底下本来就比较暗，所以你往往呢天空就过曝了，你底下呢就对吧，就比较暗一点，所以后期呢你可能就分层去处理。所以说它的手法以及它的这个后期手段要求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你看我拍了这么多水下照片，我做的有专门这个水下照片的滤镜包，还有呢这个水下视频的这个滤镜包，很大程度上它可以帮你解决水底下这一部分这个偏色的问题啊，一键就可以帮你还原。我的网站上也有销售，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用这个 GoPro 的这个球面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发现啊，我在水里面，我带你们去这个湖里面看一下，我用 GoPro 7，一个手拿的就是普通的 GoPro， 另外一个手是套了这个球面镜以后啊，然后呢，同样的放在这个地方去拍他们教学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的视角增加了，可不是一点点啊。车里面东西都收拾好了，气瓶、装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风平浪静的啊。海上如果天气不好的话，风向不对的话，来这个湖里是 OK 的。你看有很多人玩板桨，还有黑天鹅啊。一会儿就准备下水了啊！今天天气真的还挺给力的，大晴天哦。这个球面镜呢，在水底下拿着非常的轻啊，比单反要好拿很多。同时拍3个人的视角也非常的广，不像一般的 GoPro， 你想瞄3个人就要离得很远，那它就不够清晰嘛。这个球面镜可以离他们3个都非常近的情况下，还基本上都能取到景，非常的好用。然后就是说 GoPro 7贴上去的时候，你可能只要拍到一半的身子，而这个东西你同样的距离可以拍到全身，这就是非常好了。也就是说你可以离得更近，如果你只需要拍到半身的话，在水里面大家都知道，你如果离得越近，它就越清晰嘛。水里的那个薄雾化，它就会效果会非常的就是差，你就是光不够嘛，杂质很多，所以你贴得越近，拍的照片越好，对不对？所以人家经常说，你要想拍到好的照片，尤其是水下照片，往前多那么10厘米，它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视角非常的广，因为它是一个球面，它完全就增加了它的旁边的这个近光啊，它可以增加你的视野的同时呢，降低这个距离，非常推荐给大家啊！所以呢，对于初学的朋友们呢，喜欢水下摄影呢，我建议大家去购买这样一个球面镜，给你的 GoPro 使用就够了啊。7以上的 GoPro 拍照片呢都是有 RAW 格式的，所以你把它设成 RAW 格式的这个默认，然后呢用快捷键开机就可以。拍视频的话也非常的好，贴上去就可以。在水底下其实缺的都是光了，带一个这个补光手电，拍出来的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那么预算充足的朋友呢，如果想拍得更专业一点，那就去进一个单反。如果呢是想刚入门的，你就去进一个半幅机 APS-C 的，稍微便宜一点，它的潜水壳也会便宜不少。如果你想玩的再精呢，再去上闪光灯，再去上全幅机，反正这个呢是非常烧钱的。喜欢水下摄影的朋友，我也非常鼓励你们去尝试啊。简单的就从 GoPro 开始了，这款我就非常推荐。然后呢，你们在我下面视频下面也能看到这个的购买链接。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